夏天有几个事儿必干：喝酒、撸串、万奈 AA。就1988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宝啊！我这普通话和英语这么标准，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都给你俩上火，我都。哎，这辣酱是我自己炒的，不用不信，我炒3个多小时。我拿苹果泥和洋葱泥炒的，传女不传男。你问我哪个传女我都知道。这怎么一提他们还困了呢？菜我建议多来点金针菇和豆芽，用10年脑血栓的手给豆腐嘚瑟出去，再搞一搞小肥瘤。那什么，我还有一个菜啊，炒点肥肉片子，炒点青菜丝子，咋整也整不明白的流心鹅蛋，再搞点辣酱。哎，这辣酱是我自己炒的，不用不信，我炒3个多小时。这饭拌完了那得多香啊！没办明白，没办明白，又没办明白，不办了。这俩盆满满登登的，像不像李一华女士？一个菜一下变出4、5、6、7、8个菜那个。说到万奈 AA， 其实没啥唠的，准备开哭啊，宝。我俩有一次躺床上看投影，哭得非常伤心，我哭哕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2022年头一顿，我先给我奶解解馋。我奶其实最馋甜的，因为这血糖高，全家都不让吃。记得过年晃了，给我奶做了几块威化，我奶吃贼高兴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完，我今天寻逗逗我奶，蒸点肘子馅的馒头。我哥更坏，我哥说咱再整点真馒头。就现在这一大盘，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馒头，哪个是肘馒头。所以咱说人生大忌啊，千万别把俩厨子放一起，妈这俩人加起来都憋不出一个好屁来。完，我奶做了个油焖大虾。我跟你们说，就这种大虾呀，纯是买我奶一乐呵。这玩意儿太大了，它炖不进去滋味。妈吃的时候，现在把壳缩了没味儿了。完了，把壳扒了，那肉还得再蘸一遍汤。然后现在不都开始卖年货了吗？我头两天下个转转 APP， 我寻把我这苹果12卖了，买点年货。我一看能卖3000多，我直接加3000喜提苹果13了，门儿都没出，免费上门取的，乡镇还可以邮寄回收。链接我放左下角了啊！现在点链接下载，还有限时的加价券。想卖手机的可以赶紧下一个，不着急卖的你也可以下一个，因为你肯定好信你的手机现在值多钱。完，这哥俩今天研究个菜叫鸡蛋蒜，说在报纸上看的，这玩意儿长寿，我妈给我奶气乐了都。我奶说这小时候吃不起肉吃的菜，怎么让你俩卧龙凤雏给翻出来了？完，我给我奶做了个培根芦笋卷，我奶说你这个黄瓜卷的挺有特色呀。我听这话心脏差点没脱落了，我说那是芦笋呢，奶23块钱1斤呢，他妈肘才12啊！来吧，强家了红铁、芦培卷、蛋蒜、满盒、得力鱼、油虾、2味、烤骨、翻土牛。我奶今天看这个威化呀，根本没心思吃肘子，眼珠锃亮，就跟开支似的。太甜了，太甜了。没事，你巧克力少给我点。你得打胰岛素吃这玩意儿。打吧。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着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二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这回又干赔了。然后那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完这几天等着也没啥事儿，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。正好得物最近有活动，这一件卫衣才100多块钱，还送了一件短袖。现在下单更便宜，而且还能包邮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点进去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。最近买鞋和衣服啥的都可合适了，你们赶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酒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。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就这回完了，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
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滴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，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，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他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二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这个过热保护了啊 ，iPhone 过热保护了，但是这活没停，我们有10来分钟之后再播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哇，43刀，我天！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。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。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血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血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妈在家打人精了。后来我发现这放张床真行，所以我打算用祝小帮重新把这屋装修一下。装修小白就用设计我家选择小区户型就能生成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案例，720度看实景效果都是免费的，照着装连设计费都省了。要是怕花错钱，就用智能预算输入户型面积就能获得全面报价，人工材料费都标得明明白白，能避免很多坑。家里装修的都可以点左下角看看，就算对装修一窍不通也能轻松搞定。然后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，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都要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，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我前2天种草了一个榨油机，按那个卖家说的，这种古法笨榨的花生油吃着健康，炒菜还特别香。我寻思榨完可以给全家都分点呀，所以我一气买了30斤花生米。那炒花生的时候屋里得有40度，我感觉我们都要比花生先熟了。这机器我们也没使明白，鼓出了2个小时才鼓出出这么多，完了还全是渣子，就感觉古法笨榨呀，我们就占了个笨。完家里没有酒精，这酒精灯里就点的这泡油，但点这玩意儿好像给我点一氧化碳中毒了。当时很多事儿我现在都没印象了。我姐提了个气管给我弟打烊，我到现在没想明白为啥。后来剩的那29斤半，我们就琢磨拿石磨给它磨成花生酱，但是这一下就多个大火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发现还是一粒一粒拔最快，但这桌子上起码得有2万粒，这活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后来我姐都要弃我们而去了，出门之前还人工磨个皮。她说这是她最新被种草的秘密武器 AKF 的散粉，这粉老细了，还很贴合肤色，上脸很自然，秒磨皮，上妆一整天都不带脱的。关键是在石灰 APP 买，直接3折，才花20多，点评论区还能领188现金，老划算了。但他走了，我们还得接着扒呀。就这画面在电视上看着，都得以为我们接受劳动改造呢。
后来就爱咋地吧，我们拿花生米出去社交去了，车里坐不下了，就把大驴先留家磨着了。完开饭店的哥们非常热情，非要留我们吃一顿。我们当时心里惦记着大驴呀，是10000个不愿意啊，但是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他没办法。我们坐在那如坐针毡呢。后来看了会儿他直播拉磨，才解压了不少。完赶得也巧，他磨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回来了。该说不说的，他磨这个花生酱是真好。我发现拉磨这个事儿他确实有天赋。我仨决定以后不拖他后腿了，拉磨这活就让他个人干了。完还剩了点花生，就连之前剩的芝麻一起做酥糖了。DL 自己磨了一宿的花生酱，我们必须得重视啊！拿它做了一个超大锅的海鲜砂锅粥。这一天一宿啊，花生油未遂，花生酱还给吃没了。从520干到521啊，难以想象啊！520这么好的日子一宿不睡，居然是因为拉磨，我掐了。